家好，我是于姐。之前用多种方法也给大家分享过做传统老面引子的做法，但是有粉丝留言说做的太麻烦，并且食材也不好找，问能不能用酵母做老面引子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来安排用酵母培育出来的老面引子，蒸出来馒头和传统老面馒头味道是一样的哟。做好了以后用密封罐装起来，随时用随时取，以后做馒头再也不用买酵母了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首先在盆子里面加上150克的面粉，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酵母加上1克就够了啊，因为这个酵母劲儿特别的大，花面是普通酵母的3倍。然后给它搅拌均匀，接下来给它倒入和面盆中。夏天里面用凉水和面，冬天里面记得用35度左右的温水和面。搅拌至无干面粉时，我们下手开始揉面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给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放在一个小碗里，盖上保鲜膜。夏天最好给它放入冰箱里面醒发，以免醒发过头。因为我现在是头天晚上，我要放到第2天早上，我们呢要给它放在冰箱里面醒发就可以。好，面经过1夜的醒发，现在呢已经醒发好了，闻起来有一种香香的味道。扒开让大家看一下，里面蜂窝组织是特别的丰富。假如说你要不放在冰箱里面的话，很快就会变稀，变稀了，你再用它来和面，它就会很粘手。蒸馒头它也像蒸不熟一样，所以我们夏天和面也要放在冰箱里面醒发，以免醒发过头。接下来在碗里面放一丢丢的碱面，一点点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温水，把碱面化开。加碱面的比例就是发好的湿面团1斤加1克碱面就可以哈。我们先给碱面化开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干面粉。我们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在我们提前和好的面团里面，再次给它揉搓均匀。我们为什么给它加点碱面呢？因为加点碱面防止它变稀，也就是发过头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次呢培养这里面的活酵母菌，让它更加的强大起来，在和面的时候劲儿更大。把碱面一定要给它揉搓均匀。大家可能要问了，碱面到底叫什么？其实它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，可不是小苏打哈。小苏打的名字叫碳酸氢钠，其实加小苏打也可以哈。揉搓至像这样子软硬适中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放在碗中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至2倍大。夏天里面最好放在冰箱里面醒发，比较稳定。冬天里面呢，给它放在温暖处醒发，给它放在一个适应发酵的温度，这样呢，发酵的面呢比较稳定。面经过1个多小时的醒发，现在呢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已经醒发的满满的了。扒开里看一下，里面满是蜂窝状，闻起来有一点香甜的味道。像这样子面就算发好了哈。我们呢也可以把这个面团直接给它揉一揉，给它放在面袋子里面，放1天以后这个就成老面了。或者是直接给它放入冰箱里面，放入冰箱里面呢，隔1天我们再去和面，直接把它揪成坨坨。我们需要给它泡一泡，泡完了以后呢，再加上面粉和成面糊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。首先我们把这个面还是给它揉搓一起来。我放入面袋子里面怎么放呢？就像这样子把它埋在面的中间。放1天以后这个就成老面了。碗里这一点呢，我直接给它揪成小块，然后呢再加上适量的清水，先给它泡一下。泡多长时间呢也不是固定的哈。盖上保鲜膜，泡至上面有泡沫了就可以了。泡至上面满是泡沫，像这样糊起来就可以了。
证明了这个活性酵母菌呢是特别的活跃。你看这上面一动都是泡沫。接下来往里面加上适量的面粉，再次给它搅拌成一个稠面糊状。再醒滑了，我们就用这个面糊来和面，再和面就可以蒸馒头了。大家要是不明白的话，这样吧，我一样一样的给大家做示范吧。一半呢，我给它搅拌稠一点；一半呢，我给它兜成饺子。这一半呢，我们多加一点面粉，我们给它晾干，当老面疙瘩，再搅拌成一个偏稠的面坨坨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我们随便给它按压按压，不需要多光滑，没有干面粉了就可以哈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。碗里这些呢，我们就是按兜饺子的方法哈。这个面糊发了以后，我们就用它直接和面。这个呢就给它晒干。冬天里面放温暖处哈，夏天里面放室温就行了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醒发，我们的面呢现在呢看一下，醒发的到处都是蜂窝状哈，体积明显的大了2倍。接下来我们把案子上撒点面粉。直接我们把面给它一坨一坨的，给它放在案子上晾干。干了以后，我们这个就是变成老面引子了。我们把这个老面引子做好了以后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和面，头天晚上给它泡一泡，泡发以后，就像我们刚刚兜饺子是一样的哈。然后再加点水或者面糊，再次醒发以后就可以和面蒸馒头了。再也不需要酵母了。这个呢是我早上埋在面里面的一个老面引子。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给它揪成小块，也可以直接像这样泡花，然后呢和着面糊兜饺子哈。尽量把块给它揪小一点，小一点呢晒得快一点。这个千万不要暴晒哦，直接给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给它晾干，而不是晒干哦。暴晒的话，这个活性酵母菌会晒死的。接下来再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碗里面是我兜好的老面引子，用这个老面引子来和面，和好的面团再次醒花，醒花后1斤的湿面团，再加上1克的碱面，再次给它揉搓均匀，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就可以蒸馒头啦。今天用酵母分享做老面的方法，讲解的是特别的详细。由于时间的问题，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下一期借用这个老面引子重新兜饺子，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老面锅坎馍的做法，等着我的更新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啦。